是老师刚刚提到，让我也心中有一些反思哦，就是挨打、挨饿、挨骂哦，看起来真的原来看就正面上以为是一个鼓励啊，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间接在警告你们不乖不听话，你准备挨打，你准备挨骂，我甚至准备让你挨饿，可以让我们想象这个让人其实是会非常的担忧啦。所以当然7月1号整个中国这个中共的党庆哦，那当然也做了一些宣示，还是请教老师，你怎么看待这次党庆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？那包含这个习近平相对的对外的一些谈话，我想一定很多人都很关注。老师你怎么看呢？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对的哦，就看起来习近平很强势，但你看他这2天对这个党庆的安排的过程，他其实非常心虚。其实一样，从中国大陆的内部哦，已经很多人讲的哈，就是怎么会把这个中共的100年党庆搞得跟大难临头一样？什么叫大难临头？就是说，在北京这个礼拜全部封城了，而且封的情况会那个封锁的封啊，封的情况是匪夷所思的啊，就是说这个空中不准有飞的东西，水面上不准有任何这个可以水面滑动的东西，哪里有水？北京那个这个过去的那个北京的颐和园有没有些开放的湖啊，那个运河啊，那个通通封了。地面上不准有跑的，地面下也不准有任何的活动，所以每个什么人孔盖啦，全部被封了，刀子啦、人啊，不准有访客等等，封到这个程度哦，你马上会想到，因为今年以来全世界封城很流行嘛。为什么封城？因为有病毒啊。所以这个中共的对这个北京的全部的封锁，看起来是在封锁一个超级病毒。然后更奇特的哦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建党100年嘛，有晚会、联欢晚会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生日嘛，有人过生日，请客吃饭啦，哈，这个大家来玩嘛，大家是欢乐的嘛。这个联欢晚会突然秘密的提前1天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本来是说29号、28号晚上突然办了，好吧，秘密的办了以后公开以后，大家一看，怎么那些中共的建党元老全部缺席啊？中共有8大元老，现在目前啊，当然我们所熟知的，从江泽民开始嘛，江泽民啦、胡锦涛啦、温家宝啦、朱镕基啊，这些都是中共的元老。照道理说，那种欢乐的联欢晚会，这些元老们都要坐第一排的。更奇怪的是，也是6月28号白天有一个场合，就是中共这个习近平主持的7.1授勋大典。这个授勋呢是颁勋章给对中国共产党有功劳而且入党超过50年的人。其实中共的所有的机构跟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。我举例来说，国台办前2天也办了。那国台办颁给谁？这个入党50年，对台工作有贡献的唐树倍、陈云林，就是中共国台办的那些领导。唐树倍已经超过90岁了，他一样出席嘛。然后那个陈云林这个人以前是有问题的，一样出席。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惯例，你一定得颁给过去你的领导人。无论怎么样，他领导过中国共产党，尤其是江泽民、胡锦涛，7.1勋章你当然该给嘛，也没给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等于是说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庆。是在一个非常的诡异跟奇特的气氛之下，你看我们还没有讨论国际气氛呢。其实国际的形势我们都知道，对中共、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们还没讨论，我们就只谈中国国内、中共党内的情况就已经够荒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荒诞非常的奇特的、诡异的。是。